房屋贷款的利息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最近有很多朋友都在问我，因为好像这个新闻里说的东西跟现实稍微有点脱节。以前的时候呢，新闻里说美联储在加息，但是当时一打听，有些银行利息反而降下来了。最近呢说美联储要在降息，但是你仔细一看呢，好像利息还是有时候上，有时候下，有点原地踏步的样子。大家就很好奇，就是说这利息是由谁来控制的？为什么银行跟银行之间的利息又都不一样？那我们要去比较这个房屋贷款利息到底是怎么比较，在比较什么东西？如果你时间有限，马上就想知道答案的话呢，我现在就会告诉你，其实很简单的。当你去比较房贷利率的时候，你主要比较的是每家银行在这个基础利率上面加上去的一些费用，比如说他们银行的手续费啊，还有银行需要拿到的一些自己的利润。那当然每家银行费用都是不一样，所以你看到最后总的价格就会不一样。但是这个里面的基础利率，全美国的银行都是一样的。那如果你好奇想知道银行到底是怎么样收费的，它收的是什么样的费用，还有这基础利率是由谁来决定的，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个很简单的故事，你们看完就一目了然。但是在讲这个故事之前，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去做，我要去开一个银行。费氏红利银行正式开张。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这里有很好的储蓄计划，每年给3%的回报率，欢迎大家来存款。果然第二天就很多人来开了很多这种 saving account 存款的账户，但是呢每天呢也有很多人来借钱，所以呢这就形成一个资金的流动，有钱进来也有钱流出去。在银行关门的时候，我就会盘点看一看最后银行里还剩下多少钱，如果钱要是不够的话呢，我就打个电话给隔壁的银行老大，像 Bank of America、Chase Bank， 我会打电话跟他们借钱，比如说借个100万、200万，但是呢有个条件，就是第二天早上，就是隔一夜，第二天早上马上要还给他，而且一晚上借钱的利率呢是由美联储决定的。所以现在你要知道的就是，美联储的所谓的控制的利率就是这一个利率，就是隔夜的利率。看到这里，你可能要问，如果说美联储只是控制银行与银行之间的隔夜拆借的利率的话，那它是怎么样来控制或者影响房屋贷款的利率的？这是个很好的问题，接下来你就会知道了。前面讲过，从银行开张以来，生意兴隆，有很多客户每天过来存钱、借钱都有。那借钱的客户呢，基本上是借一些比较小的数目的，短期就能还清的钱。比如说，有的人要买车，答应说好3到5年之内还清，或者一些消费者他想要买个电视机或者买个电脑，也是分期，在短期内会逐渐把它付完。但是有一天来了一位客户，他的名字叫张三。张先生呢，他提出了一个比较特殊的要求，他也想借钱，但是他会借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数目。我们正在考虑在西雅图买房，想了解一下你们的房贷项目。我们大概需要贷款100万美元，做30年期的房贷，请问你们这边能办理吗？当时我一听就有点傻眼了，100万块钱还要借30年，我要是借出去的话，我这银行的钱就没了，我大伤元气。如果说接下来几个客人这么一借的话，到最后我就可以关门了。当然了，你可以说啊，你可以去问其他的银行借，银行与银行借的话呢，第二天就得还，而且还得付利息，所以这不是一个长远之计。而且呢，要借一借就借30年，30年夜长梦多，会不会有战争？会不会有经济大萧条？会不会他失去工作，或者他身体不好？各种情况都会有。我捧着这个借条，捧30年风险太大了。当然了，这个做生意的话都会碰到各种各样奇怪的问题，但是总是要找到一个答案。我当时呢灵机一动，我就想，我认识一些投资的朋友们，他们说不定感兴趣。其中最有可能的是李四他可能会感兴趣。所以呢，我找了一天，请小李到我的办公室里来，我们开了个会。我也把我的这个想法跟他介绍了一下，我说，小李啊，现在我这里有一个投资的机会，不知道你感不感兴趣？我这里呢有个客人，他想要买房子，他想贷款100万，如果我把他的这个借条卖给你，随后呢他每年付你一个利息，你觉得行不行？这个借条呢就是用房屋贷款来做抵押的一种投资方式，正式的名字叫做抵押贷款支持证券 Mortgage-Backed Security， 简称 MBS。如果今天我把这个 MBS 卖给你，小李，他会每年给你4%的回报率。从我个人角度来说，我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回报率，一个很好的投资机会啊。因为现在银行里一般最多就付你3%，他能给你4%，这不是挺好吗？你觉得怎么样？小李听完了之后给我这样一个回答：但现在10年期国债的年收益率也是4%，而且还有美国政府做背书，基本等同于零风险。
那我为什么要买你们的 MBS 给我同样的利率，却承担更高的风险呢？美国的10年国库券是一种很安全的投资方式，它就是美国政府向投资者借钱，一借个10年，随后说好每年给你多少利息，10年到了的时候呢，他把本金也还给你。那由美国政府站在后面撑腰的话呢，这个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。所以如果说像小李说的，国库券现在在付4%利息的话呢，他就完全没有理由来考虑我给他的这个 offer。因为我的这个产品风险会很大，前面说过30年中间你不知道什么事情会发生，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唯一的一个办法就是说我得多付一点利息。如果国库券现在是付4%的话，那我就要答应给小李5%的利息。如果是5%利率的话，我可以考虑。正当我们快要成交的时候，美联储突然发布新闻，他们现在开始要增加利息。大家记得，这个美联储控制的这个利率就是银行与银行之间隔夜拆借的利率。那他把这些利率提高了以后呢，银行与银行之间借钱就变得越来越贵了。那当然了，最后羊毛是出在羊身上。如果银行借钱贵了的话，那消费者的这个短期贷款的利率也会增加。那美联储的意思呢，就是要用这样一个方法来鼓励大家节约用钱，同时呢就能够帮助经济降温，能够控制通货膨胀。美联储这个消息一传出去呢，引起了所有投资者的关注，大家都在分析将来会怎么样。其中有个投资者就是王五他手上拿着10年国债券。如果说将来真的要通货膨胀下去，物价越来越贵的话，这个4%的利率到将来就不值钱了。那这不是一个很好的投资的一个东西，是不是应该趁早脱手，把本金拿回来？这样呢，我能够找其他的机会去投资。他就想卖掉，卖给谁呢？他想卖给他的朋友赵六。赵六说：“哎呦，谢谢，这个新闻我也听到了，这个10年国债券我不想要。”这个不是个很好的投资。王五说没关系，我可以卖给你稍微便宜一点，要不要？不然我这个是100块钱的面值，我95块钱卖给你，这样的话呢，这个利率就不止4%了，因为你买的时候就已经赚了5块钱了，所以总的来说呢，可能就4.5%了。那赵六说好，那我就买你吧，95块钱。这样的话呢，这个国债券的利率市场价就上去了，就变成4.5%的回报率了。这一下被李四听到了，4.5%倒不错啊。那我还不如买这国债券呢。他就给我打了个电话。我刚听说10年期国债利率又上涨了，虽然你们的报价还是稍微高一点，但差距已经不是很多了，而且国债有政府背书，几乎是没有任何风险。我觉得我还是去买国债吧，谢谢你给我的这次机会。这样的情况下我也没有办法，因为自由经济嘛，这个利率都是由市场决定的。如果现在市场上已经把这个国库券炒到4.5%了，那我也只能往上涨。我就跟小李说，那行，我可以 offer 你5.5%的利率，你看怎么样？那我跟他之间呢就达成了协议。但是如果说今天我给张三一个贷款，所以呢我给小李一个投资的机会，那我中间拿到什么？我总不能白干吧？更何况中间我还有一些手续费啊，我说不定还得赔钱呢。所以我在这个5.5%的利率上面，我得把这些其他的费用全都加进去，加一层的这个服务费，另外呢再加一层我的自己的银行的油水，总共利率是6.5%，所以我就去跟张三说，张三可以，我可以贷款给你100万，30年还清，利率现在是6.5%，你看行不行？张三就接受了，这个交易就做成了。那通过刚才那个故事呢，我们可以学到以下几点重要内容。首先，第一点，美联储也就是中央银行，中央银行就是美联储，每个国家都有中央银行，中国的有中国人民银行，美国的就是美联储呀。美联储呢，它能够控制的是一个短期的利率，就是银行与银行之间的隔夜拆借的利率，它没有办法直接控制你的房贷利率，但是呢，它可以间接的去影响它。第二点呢，就是绝大部分的银行他们都不会把这个房屋贷款留在自己的账单上，因为第一，数量太大，影响资金流动；第二，借款时期太长，风险太大。所以他们基本上就是在把这个钱借出去的2-3周之内，他们就尽快把这个债啊就转移走。转移到什么地方去呢？2个地方，一个是 Freddie Mac， 一个是 Fannie Mae， 这2个是全国最大的管理房屋贷款的组织。这2个组织呢会 charge 银行一个钱，像一个保险金一样，像个 insurance 一样，叫 guarantee fee 或者叫 G fee。就是说保证你给我的这个产品里面是好的东西啊，而不是什么有次贷啊，各种风险存在 ，right？ 那这个费用呢，银行是不会付的，银行把它早就计算好了以后呢，全都包括在贷款的费用里面，让谁付啊？让张三
让那个消费者付。说到底还是羊毛还是出在羊身上了 ，right？ 那随后这个 Fannie Mae 跟 Freddie Mac 他们把这成千上万的这些房屋贷款融合在一起，变成一个产品，就叫 Mortgage-Backed Security（MBS）。他们把它拿到什么地方呢？他们把它拿到一个叫二级市场，那个是专门卖这种产品的地方，不是一般的股票市场。他们也不是卖给一般的投资者，不是什么张三李四王五赵六，他们是卖给谁呢？卖给保险公司、退休基金、投资银行，像 Goldman Sachs、JP Morgan 这种公司，他们会买这种产品。那如果说MBS 产品里面有一些不好的东西存在啊，就像2008年的时候，里面有很多这种次贷的话，经济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。归根结底，大家看到的就是房贷利率啊，它不是受美联储直接控制，谁直接控制它呢？全世界的投资者是他们来控制它的。每天、每分钟、每秒钟，全世界啊，他们都在做投资的决定，每0.0几秒都在做决定。倒过来说呢，美联储一年只开8次会，那这样的话呢，投资者就会提前预测美联储下一个决定。比如说美联储要9月份开会，他们可能会要到时候宣布一个决定，到底是涨还是跌。投资者在8月初的时候，他们已经在开始猜测了。如果他们觉得美联储可能会宣布要往上加利息的话呢，那他们在8月份的时候就开始已经做行动了，所以你会看到在8月份的时候，利息已经涨上去了。等到9月份，美联储真的宣布涨利息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投资者眼睛已经在往下面看了，他已经看在10月份、11月份会怎么样。所以有时候你在报纸上看到说啊，美联储今天涨利息了，但是其实呢，在1个月之前啊，利息就一直在涨，一直涨。但是到了那天的时候，投资者的眼光已经看着下一步了，所以很有可能在报纸宣布涨利息的时候，利息反而跌了。经常发生的事情。所以最后我的2个观点，一个呢就是说钱千万不要存在银行里，那等于是给他廉价的借钱给他用，我情愿把它放在股票里。当然股票风险比较大，最好的投资呢，我个人觉得还是房地产，稳定性比较强，长期增值率比较高。第2点呢，就是回到我以前说过的，就是利息是暂时的，而价格是永远的。利息不好你可以去重新贷款，而价格你只能出一次。那如果在市场比较慢的情况下，你更有可能拿到一个好的价格，你把你喜欢的房子先买下了，等到过2年利息再降下来的时候，你再去重新贷款，这样你就两全其美了。